How much do you spend on the rent per week? That's for me and my partner, and that's including bills. But you shouldn't do that. Don't take after me. Like how much money do you spend a week? I would say I spend around and I like to drink, so that on top. But I think if you just 如果是要来纽西兰打工度假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至少要带到左右。每个礼拜大概开销多少，就基本的开销我会列在这边。那当然，以上的开销是不包含医疗费的部分。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纽西兰的台湾女生莉亚。那之前有人问我来纽西兰要带多少钱，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礼拜在纽西兰大概开销是多少钱。我邀请了我2位朋友 Lian 跟 Harmony， 那就来听一下他们的经验吧。Go Hi, Lian. Oh, hi! Hi. Hello. Yeah. How are you? Good. I would just like to ask you, like, how much do you spend on the rent per week? So my rent is $350 a week. That's for me and my partner, and that's including bills. So actually it's pretty good. I live in a really good house as well, so we got lucky. COVID helped. So, do you think like how much that people have to spend like per week? Everything. Have to. So yeah, well, I spend a lot more than I have to, but have to. I don't know. I'm pretty lucky again because I actually have my phone from work, so I only have my outgoings of $350 a week. Yeah. I'm pretty lucky. So 350. Then how about the food? Food I eat at work because I can't cook. Or eat when I have to do your videos. But yeah, so I normally eat out. So yeah, I probably spend around about way more than anyone should. Maybe like $400 a week on food. 400 a week? But you shouldn't do that. Don't take after me. Don't take after me. Okay, perfect. So, for someone who wants to move to New Zealand, do you think like how much money they have to prepare per week? Like how much money do you spend a week? I'd say I spend around maybe like $350, $400 a week. Just because my rent's $250, and then food, fuel, and I like to drink, so that on top. But I think if you're just rent and food, probably around $350 a week. 350 a week? Yeah, but depending on how much your rent is though. I think if you want to come here and live here comfortably and go out and do things, you probably need a bit more than $350 a week. Like that's just getting by. Yeah, I think it's 350 is just like very basic. Yeah. It's not even including like car insurance or maybe you feel sick or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Yeah. 如果是要来纽西兰打工度假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至少要带10万到15万左右。如果你要买车的话，我觉得建议你准备钱可以拉到15万左右，因为买一台车，我觉得最好预算要准备至少3000块纽币。像我自己买的车就是纽币2700，但是买来之后你可能要换轮胎，有一些东西是你必须要换的。那在买车之后呢，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买保险，而且是买全险。全险的话，就是如果出车祸，保险公司会赔你的车，也会赔对方的车。那我知道大家通常来打工度假，可能买的车不会太好，但你很难确保，就如果有意外发生，或是有擦撞的话，也许对方是很好的车，那这样的状况下，就是全险会非常的有用。保险的金额呢，其实依照每一间公司跟你个人的状况、年纪，之前你有没有发生车祸，你的保险金额会不一样。那每一年全险的金额大概是在400多到500纽币左右，但是如果有要买车的人的话，我会建议这笔预算真的不要省。接下来还有最花钱的部分就是住宿的部分。那因为我住的地方是在皇后镇，就是算是城市都市的价格。如果你要去比较乡村的地方的话，租房的价格就会再更便宜一点。那像我之前拿学生签的时候呢，我住在宿舍，每周是150，水电网全包，但是要跟另外一个人一起住。在疫情没发生之前的时候，单人房的每个礼拜的租金呢，大约是落在
至少200到250，好一点的可以抓到300左右，大概单人会到这个租金。那如果你是想要住那种 studio， 就是一房一厅的话，那这个价钱可以到300到450，通常可能就是情侣会住一房一厅的这种。那如果你有开车的话呢，那油钱也是你要考虑的一个部分。那油钱的话，纽西兰其实最近油价涨得还蛮厉害的。这样开车通行的话，我猜想我预估可能每个人的通勤时间至少都要20到30分钟，至少我工作是这样，所以每个礼拜的油钱可能至少要再抓个纽币40到50元，看你每个礼拜会去的地方，每个礼拜大概开销多少，就基本的开销我会列在这边。那当然，以上的开销是不包含医疗费的部分。那大家都知道，就在国外生病的话，医疗费非常贵。那这个部分呢，我也不知道怎么省钱，就是尽量不要生病。像我之前学生签证的时候，学生签证是有强制要保险，那这个学生签的保险是什么都有包含，但是不包眼睛跟牙齿。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有一阵子有皮肤瘙痒的问题，我一直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所以我只好去medical center 去看医生。医生的看诊费就是光是医生问诊就是纽币100块，也就是台币2000，然后再加上医药费也是纽币100块，所以就是我去看一个皮肤这样子就花了纽币200，也就是台币4000。而且最重要的是并没有看好，因为像纽西兰这里的话，大部分是 GP， 它就是所有全部都看，从头到脚都看，不像台湾是有分眼科、皮肤科、心脏科，有分门别类，分很细。所以我当时皮肤瘙痒的症状，我有跟他讲，那我觉得医生感觉比较像是有瘙痒的症状，那就可能开药选择有1、2、3、4，那我们先试第一种。那后来对我来讲没有效嘛，所以即便医药费很贵，我还是再去了第2次。那第2次的时候呢，医生就说 OK， 那第一种没效，那再来试第2种。我后来是真的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一个一个去试，因为好像医生也不知道原因什么，有可能是气候，也有可能是我体质改变过敏，所以我后来我就是去药局自己去买药。虽然学生保险就是有 cover 这个，我前后看了2次嘛，所以加起来就是台币4000加4000，这样看了2次皮肤，哇，台币8000。虽然保险是有给付，但是保险它不会这么快下来，它可能过很久才会下来。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不想催它，后来我就遇上了第1次封城，然后这个保险我好像等了半年吧，他都没有给我钱，最后是我写信问他，还跟我说他们漏掉了，他们忘掉了，然后就说请我再给他那个收据，所以我还要再去医院，然后问说可不可以再开这个收据，然后再盖这个章，然后他说他会，因为他们忘掉是他们疏忽，他就会再帮我排急件处理。怎么说呢？就是你在国外的话，久了以后你就会习惯国外办事效率可能就是这样。就你必须要想象，在这里是一个咖啡店，可能5点就会关店的一个国家，可能效率就不是那么像台湾这么的好。那还有一次呢，就是我有个补牙的地方掉下来了，那后来我就在这里找了一个医生，就只是补个牙而已。反正不管我是不是学生的身份，学生保险都没有给付啦，所以我后来就去看了。那个医生就说，因为我是那个学校的学生，然后跟他们牙科诊所是在同一栋，所以他有给我打折。那打折完的价格，大家猜猜看多少呢？打折完的价格，我记得是在纽币近300块，也就是台币6000，就是补牙，而且是有打折过后的价格。医疗费这部分的话，就是真的大家带一些常备的药，然后我不知道能给什么建议，就是尽量不要生病。好啦，那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希望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纽西兰大小事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我的 Instagram LeahInNZ， 我常常在上面会发布一些纽西兰的生活大小事，所以不要忘记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哦。我们下礼拜一见，拜拜。